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各位有当过房东的朋友们都知道，租到好的房客，享受自由自在的人生；租到烂的房客，不仅费心劳力，还需要自力更生。所以说，挑选好的房客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论你是正准备买房当包租公，或是有多间物件出租的包租婆，请你一定要将这期影片看到最后。我将分享新手房东们最容易犯的7大错误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1. 租屋没耐心，急着要出租。新手房东带看几组房客后，总是心里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出租，觉得带看了很多组客人后，怎么都还没回应要签约的。此时刚好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组房客说要马上签约，心里就高兴的想着，终于租出去了，可以拿到一笔租金，不用再辛苦的带看了。等等，冷静的想一下，他是优质房客吗？住进来的人也是吗？他有能力长期付得起租金吗？如果租给一个烂房客，之后你会比带看房子还忙上好几倍呢。所以在带看租客的时候，可以试着使用第三方的概念，也就是假装你不是房东，而是房东的代理人。所以问租客所有问题时，可以跟他说，这是房东交代我必须询问的，房东需要知道一些租客的资料，这样房东才会放心出租给对方。那这边要问租客的不外乎是房子有谁要住，有没有养宠物啊，工作是做什么的，基本上你想知道什么资讯都可以问，问越多就越好判断他是不是优质的好房客，也可以问他结婚了没，是不是单身之类的。2. 不愿意花钱买租屋广告。每个房东一定想过，怎样房屋出租刊登广告可以不用钱。早期有人会准备一个出租广告布条挂在房屋前，也有人会到处贴租屋广告在公布栏上，但是这样的曝光率一定很低，一个月内会有几个人看屋呢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或许买个广告让你赚更多。现在的人看手机比看公布栏广告还多，所以可以利用591广告，使用500元到1500元的方案，让房屋出租更快速。这边我是推荐一律买1500元的黄金曝光方案，因为这个方案是30天内将你想出租的物件置顶，而且是双平台共享，也就是想租房子的人，可以在 PC 端跟手机端看到你出租的物件。这样子看到广告的人越多，来看房的人也就越多，房东才更有机会筛选到好房客。所以说不要再节省房屋出租的广告费了，如果房子慢1个月出租出去，少收的月租金远比1500元的广告费来得多很多，但有些房东还是坚持节省房屋出租的广告费，导致来看房屋的人少之又少，结果少赚2到3个月的租金。所以省下广告费真的有比较划算吗？像洛克我也有一间房屋在出租，房客的月租金是24000元，如果我因为不买1500元的广告费，而导致1个月没出租出去的话，那我省下的不是1500元，而是损失22500元的月租金。简单来说，出租房子就是跟时间赛跑，只要1个月没出租出去，你就必须自掏腰包还款房贷。3. 未整理屋内就直接出租。每个房东都希望能出租高租金，找到优质的好房客，而好房客当然也想要一个干净整理过的房子。想要得到高租金，请先确认你的房子里面整理过了吗？打扫过了吗？千万别懒惰，一定要把内部打扫一遍，厕所清洗干净，室内异味去除过，甚至将泛黄乌黑的墙壁粉刷一下。一定要整理到连你自己也想要入住的情况。房客如果看到脏脏旧旧的屋内，心中扣了分数，租金当然也会跟着被大打折扣。所以说，如果房客搬走后，想省下清洁费用，就必须自己动手清洁，但是这往往都需要花费1整天的时间整理，而且通常也是事倍功半，很多地方都清理不干净。这边我也都推荐花钱请清洁公司整理，不仅速度快，效率高，重点是清洁得很干净，整理过后绝对像是新房子一样，让来看过房屋的客人都想直接下定金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，帮自己点个赞，帮这部影片点个赞。那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，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，而不是想成功的人。
因为要成功，分享成功，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，跟我的想法做连结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那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。4. 不愿意花心思美化布置。美化布置是很重要的，是一个提高租金的秘密武器。可以从简单的布置品开始美化屋内，让整体空间看起来更有质感。例如在卧室双人床上使用色彩鲜明的床包，用漂亮抱枕摆放在沙发上，墙上挂上有质感的画等等的。最后选几个漂亮的角度拍照起来，整间房子就变得很有价值，让你不用花大钱装潢就变得很抢手。这绝对是每位房东一定要学会的布置技巧。如果还不懂得如何美化布置，建议可以多上网看看投资客的物件，或是多去看看代销中心的样品屋，也可以去 IKEA 看一下客厅跟卧室是如何摆放。因为出租房子也是一个吸引力法则，漂亮的房子吸引高素质的优质房客，脏乱的房子会吸引不好的房客来。虽然很神奇，但这点我可以保证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我想各位新手房东应该知道该做点什么呢吧。5. 容许押金分期付款。千万不要为了急着出租，就马上接受押金分期付款，因为在没收到完整的押金前，房客如果把提供的电视搬走了呢？还是家具被破坏之后人就消失了呢？仔细的想想看，押金都要分期的人，未来会不会连租金都缴不出来呢？以后新的房客跟你提起要分期押金时，你心里就要有个底，这真的不是一个优质租客。以我的亲身经验来说，之前有遇过一个房客，在带看的过程中，他的表现都是很正常的。虽然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属于夜生活类型的，但职业不分贵贱嘛，所以在看完房后当下就付了2000块的定金，双方也约好签约日之前补足2个月的押金跟1个月的租金。但是在签约日的前一天，也才缴交1个月的押金。到了隔天签约日，就发简讯跟我说，因为老板调他的班，所以他上班的时间延后了，导致他没领钱等等的理由，所以询问我能不能先缴1万块的押金，剩余的押金租金会在1个月内补足。但结果就是一拖再拖，这一拖就是3个月，拖到最后逼得我需要用到一些手段请他离开，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这边再次呼吁各位新手房东，如果遇到签约前没办法如期缴款的房客，真的就放手请他离开，连自己亲口承诺的事都无法做到的话，实在是无法让人相信。你是个骗子。6. 没充分了解租屋契约内容。房子是自己的，就该为自己的房子加上游戏规则，防止更多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很多房东最常从文具店买来的房屋租屋契约，千万不要没看过就直接与房客签约，请充分了解合约的内容，并且还可再加注你认为重要的规范，例如附加家具家电的清点表单，在出租与退租时都可清楚的清点，以及列出家具家电价格表，若是人为故意损坏时的赔偿条件等等，或是电梯大楼出租时要附上生活公约，并请对方签名同意这些条款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事情发生，租屋契约一定要看过了解，并且可以客制化来备注合约以外的规范。建议大家可以多附加1条合约内容，若房客无法如期缴款时，房东有权利立即终止租屋契约。其实这些附加的内容，都只是希望租客可以如期的缴款而已。7. 押金、租金、契约还没到位，别直接给钥匙。整个房屋出租流程是：第1步，房客带看；第2步，收定金与约定签约跟入住日期；第3步，签约前收取2个月押金；第4步，签租赁契约与点交屋况时，收取第1个月的租金；第5步，钥匙交付。记得，全部的流程都完成了，最后一步才是给钥匙。不要觉得麻烦，收了定金就直接把钥匙交给房客，不需要宽容房客的个人因素，或是方便搬家，而让房客先搬进去住。如果只收了定金，结果房子里的电视、冰箱、沙发都被搬走，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其实都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哦。正所谓知识的落差，就是财富的落差。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，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，
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。如果他们并不富裕，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？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吗？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，应该是要买房存钱，而不是存钱买房，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。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，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。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，不仅安全，还看得到摸得到。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，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。看了那么多要注意的地方，各位包租公包租婆应该会想，房客哪会一五一十的把细节跟房东说？所以在看房屋的时候，不要以销售的心态去面对房客，应该以交朋友的方式去认识对方，多跟房客拉低赛，找出和房客之间的共同话题。像是可以问房客，怎么会想租房子呢？买房缴房贷不是应该蛮划算的吗？让对方卸下心防，给对方产生一种你有在为他着想的感觉。不过在电话沟通或带看过程中，如果觉得磁场不对，有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宁可错过一组客人，也不要错租给二房客。希望各位新手房东可以避开这7大错误，当个快快乐乐的包租公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、股票投资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3见咯，拜。